大家好，你们知道泰国是一个旅游国家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来泰国旅游。那么，泰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当然是海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已经去过海边了，所以我上个星期和我的朋友，我们两个人一起骑摩托车，我们骑摩托车去山里看风景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，在山里旅游的时候，你会做哪些有趣的事情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去了山里，你当然需要找一个有山景的，有山上风景的一个酒店，你可以看到一些风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有风景的酒店。从这个酒店的阳台上，你可以看到山景。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个阳台上发呆。发呆，发呆是什么意思呢？发呆的意思就是你什么都不做，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，你就坐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可以看云，你也可以看树，你可以看山，你可以看风景，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这个就是发呆。我很喜欢旅游的时候发呆。你们喜不喜欢发呆呢？你可以在海滩上发呆，对不对？在海滩上看海，看太阳，看日出，看日落，这个都是发呆。我很喜欢在旅游的时候发呆，所以我去这个山里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酒店的阳台上看山景发呆。这个地方真的太漂亮了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云在山的前面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，真的很放松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事情，我和我的朋友，我们两个人一起骑车。其实我们骑了两种车，第一种就是自行车，我们骑自行车。这个酒店提供，它给我们免费的自行车，你可以借他们的自行车，然后在这个山上的这个小城市里转一转。你可以在小城市里骑自行车转一转，你不需要骑很快，你也不需要赶时间，你就在小城里随便走一走，随便看一看。所以我觉得骑自行车是一种旅游的很放松的方法，你不需要开车赶时间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小城市里大概骑了2天自行车，我们去了很多小餐厅、小的咖啡店，也去了一些小的市场。这些小市场他们卖一些衣服，卖一些纪念品。但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山坡，很多很多山坡，所以有些地方你不太适合骑自行车了，很多地方太高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山坡很高，很陡，很陡，所以你不能再骑自行车了。所以我们租了一辆摩托车，我们两个人租了一辆摩托车，所以我们骑摩托车去这种很陡的山坡上。在这次的旅行中，路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、很漂亮的一个房子。这个房子看上去像欧洲的房子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个房子很像童话里的房子，是不是？很漂亮，很像童话里的房子。我很喜欢这个房子，所以我拍了好几张照片。你们看一看，这个房子像不像你的国家的房子呢？像不像欧洲的房子？我觉得很漂亮，所以我拍了好几张照片。在这个房子的旁边有一个咖啡店，这个咖啡店也很不错，因为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远的风景。这个咖啡店它在一个山坡上，所以你在这个咖啡店里可以看到很远的风景。
这个风景还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非常漂亮，我很喜欢这个咖啡店。我们还骑摩托车去了一个山顶，在这个山顶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城市全部的，所有的地方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有一个中文名字，它的名字叫云来。云来，云的意思我们知道是 cloud，对不对？云，然后来的意思就是 come 来，云来的意思是这个地方有很多云，他们会过来，他们会过来。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国人开的地方，所以这里有很多中国的餐厅，中国的卖东西的地方，有点像一个小的中国的农村。其实我有点吃惊，我没有想到在山里会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小农村，还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第三个事情，我们在这里做的第三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爬山。来山里当然要爬山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爬山去体会一下。你们看一看这个照片，这个照片里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像美国的 Great Canyon， 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地方它叫小 Canyon，Little Canyon，看起来很像美国的这个 Canyon Great Canyon，很多很多的外国人他们在这里爬山。所以我去了这个地方以后，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很奇特，很特别。这个山其实不太高，这个山的这个路，有点窄，有点窄，所以我其实有点恐高，我有点恐高，有点怕高，所以在过这个小路的时候，我有点不太敢过去，有点害怕过去，很尴尬，有点 awkward， 有点尴尬。我看到了有两个韩国人，有两个韩国的阿姨，他们也想走过去，也想走过这个很窄的小路，但是他们也有点害怕，他们也不敢走过这个小路，所以我们都是很恐高的人，都是很害怕高的人。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高呢？其实这是个很矛盾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很喜欢上山，很喜欢爬山，但是又很恐高，就是不喜欢很高的地方。所以，我去爬山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我就拍了几张照片。我没有走过去，没有走过去这个小路，有点遗憾，有点可惜，有点遗憾。如果下次我去这个地方，我可能会更有勇气，可能我会试着走过去这个小路，很窄的小路。但是这个地方的风景，真的很不错，你可以看到太阳落山的样子，你可以看到太阳落山的时候，这个夕阳特别漂亮。你们喜不喜欢夕阳呢？夕阳的意思就是太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，就是夕阳。我很喜欢夕阳。这个地方在这个 Little Canyon 看夕阳非常棒，非常不错。OK， 这是我爬山的经历我很喜欢这个事情。第四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喝了很多咖啡，喝了很多咖啡。这个泰国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以前没有在泰国喝很多咖啡，但是这一次我在泰国喝了很多咖啡，我感觉泰国的咖啡还不错，所以特别是这个环境，就咖啡厅的环境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喝咖啡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咖啡厅的环境很重要。我在山顶上喝了咖啡，我在河边喝了咖啡，所以喝咖啡的时候，你的感觉会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的感觉会很放松，周围的环境很好，所以喝咖啡的时候，你的感觉会不一样。在山里，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，一个很快乐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也推荐你们，如果去泰国的山里，你们也可以在山里一边发呆，对不对？一边发呆一边喝咖啡。
最后一件事情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。你们知道我很喜欢植物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植物爱好者，我对植物很感兴趣，我对植物很有兴趣。所以如果我去一个新地方，我会到处看一看，我会到处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植物。这次我去山里，然后我看见了一些野生的植物。野生的植物就是野外的植物，它不是人养的，没有人养它们，没有人养这些植物，它们是野生的植物。所以我发现了几个野生的植物，很喜欢的植物，它们很普通，你可能会在马路边，会在树旁边，你会看到这些植物，很普通的植物，但是我觉得它们很漂亮，它们的叶子很漂亮，所以我就把它们带回家了。我去这个山里的时候，发现了几个很普通的但是很漂亮的植物，然后我就把它们带回家了，然后我把它们种在两个花盆里。我很喜欢这两盆植物，这是我去山里的一个小收获，一个小礼物。我希望它们能够长大，我希望它们能够在我家里长大。OK，它们现在还活着，没有死，所以很棒。我很喜欢我的小植物。这是我去泰国山里的一点小收获。OK，这就是我在泰国山里做的一些有趣的事情。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